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袁冰妍工作室发文道歉，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税款已经补缴完毕。7月4日，娱乐圈又有大瓜出来了，这次到了刚走红2年的袁冰妍身上，她的公司因逃税被罚97万，而且袁冰妍就是法定代表人。该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据媒体报道，袁冰妍逃税一事被曝光后，就在昨天，她本人立即退出了法定代表人和董事职位，而袁冰妍所持的股份也变更成了其他人。这波操作更是被无数网友吐槽，她这是想撇清责任吗？袁冰妍公司关联的钱支付给大股东，而大股东就是她自己，所以袁冰妍本人应该去缴税。这次是没办法再甩锅给公司了，本质上就是袁冰妍逃税了97万。对此，很多网友都呼吁袁冰妍和其他艺人同等对待，不能因为钱少就让她继续活跃在娱乐圈吧。如果是这样，其他艺人不是很冤了？不过也有人认为，由于金额太小，上面应该不会对其 FS。与此同时，袁冰妍工作室第一时间发文道歉，并表示税务机关已经对公司做出了处罚，公司深刻反省，目前已经补缴了款项，在此向大众道歉。工作室发文道歉后，评论区很快被网友沦陷，大家似乎并不买账，就连粉丝都没办法控评。有人直言，道歉有用的话，还要法律干嘛？出事前怎么没想过，现在却慌了？紧接着，某品牌已经删除了袁冰妍最新的动态图片，但3月份的相关物料并没有删除，估计是想避免风头，毕竟在这个风口浪尖，还是要看上面该怎么处罚。值得一提的是，袁冰妍目前已经进组狐妖小红娘了，这件事情曝光后，很多网友都在呼吁剧组，难道还不准备换人？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由杨幂、龚俊主演，袁冰妍在剧中出演女2号，目前还未正式开机，相关演员已经到了横店。如今袁冰妍翻车，剧方还未官宣演员阵容，她会不会遭到换角，目前还不太好说。此外，袁冰妍还有2部待播剧《落花时节又逢君》《落花时节又逢君》，前则去年已经杀青完毕，而倾城忆清欢前2个月刚杀青不久，这2部剧目前也是瑟瑟发抖了。尤其是《落花时节又逢君》，刘学义还不容易演1次男主角，这部剧不能播出的话，估计刘学义要哭晕在厕所了。由此可见，艺人在开公司的同时，还是要把税务问题解决好，不然以前所做的努力全将白费，而且还会波及到其他人。对此，你怎么看呢？02报演员袁冰妍公司偷漏税，被罚97.8万，本尊火速退出公司。近日，据某数据网站显示，女星袁冰妍关联的公司重庆丽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偷税漏税被罚97.8万人民币。从处罚事由中可以看出，该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公司为股东本人支付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支出达到了815万元。根据相关规定，这笔支出应该缴纳163万元的税款，但重庆丽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却迟迟没有交这笔税。因此，重庆市税务局认为该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逃避缴纳税款，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60%的罚款，即97.8万人民币。而更值得关注的是，7月3日，袁冰妍退出了重庆丽妍的法定代表人与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位，由张纯接替她的职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由袁冰妍变更为顾伟。有网友猜测，此番职位变动是袁冰妍方怕偷税漏税的消息放出后，对艺人造成不良的影响，故连忙脱身。但消息一旦发酵，大家也都明白公司后面的人究竟是谁了。袁冰妍出生于1992年，曾因出演古装偶像剧《琉璃》而被大众所熟知。之后她接连出演了不少古装偶像剧，均获得不俗的成绩。
不少商家看中了袁冰妍身上的商业价值，纷纷与她展开合作。某奢侈品平台于2021年官宣袁冰妍为中国地区品牌大使，在此期间，袁冰妍也一直与该品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网友发现，在7月4日袁冰妍公司偷税漏税的消息放出之后，该奢侈品品牌立刻隐藏了多条与袁冰妍相关的动态，疑似着急与她撇开关系。该品牌中午1点还在发布袁冰妍相关消息，却没想到偷税漏税的消息来得如此突然，打得品牌方措手不及，让人感到哭笑不得。有网友发现，该品牌多次倒霉，从孟美岐到景甜再到袁冰妍，合作的女艺人都出现了问题，可以说是精准踩雷。还有网友调侃该品牌隐藏动态的手法真的是越来越熟练了。袁冰妍之前被网友爆料已进入《狐妖小红娘》剧组拍戏，不知道剧组会不会因为袁冰妍偷税漏税的问题而临场换角。有不少的粉丝都对《狐妖小红娘》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该剧可以顺利拍完并播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理应对大众做出正确的表率。袁冰妍拿着高片酬，却仍然走上了偷税漏税的道路，不免让网友们感到心寒，也让合作的品牌方与剧组都倒了大霉。袁冰妍在7月3日紧急交替职位以求脱身，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03袁冰妍公司偷税漏税被罚97万，工作室发布道歉声明，品牌代言遭撤。最近在娱乐圈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偷税漏税事件，这次事件的主导明星是一个叫做袁冰妍的女明星。袁冰妍是最近几年才刚刚走红网络，她的《琉璃》也曾经是一段时间的大热电视剧。而这位女明星为何会偷税漏税呢？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她的关联公司是一个叫做重庆丽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因为偷税漏税被罚款97万元。在被罚款之后，到了7月3日，袁冰妍选择退出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行董事席位，想要趁着风波全身而退。但是他退出的这个公司，此前他就100%担任法人。这次事件其实是因为公司以企业资金为股东等人支付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共815万元。而这815万元应该要代扣163万元个人所得税，不过公司没有代扣，违反了法律，所以就被扣了97.8万元的赔偿款。换句话来说，他应该是偷税漏税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现在明星们本来对这样的事件就是非常的敏感，当注意到袁冰妍的事件之后，迪奥公司很快就发布了一则声明，跟他进行解约。在此之前，迪奥公司和袁冰妍长期保持合作关系，袁冰妍是一位迪奥大使，这些事情都让人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本身袁冰妍最近还有作品《狐妖小红娘》正在拍摄中，她被称呼为是小赵丽颖走红网络，但是现在她做出的这种行为，让人觉得她的前途可能不会再变得更加的光明，可能她的前途也会画上一个休止符。而就在前2天，袁冰妍还发文案继续向快乐出发，并配上搂着半个西瓜吃的表情，表现出夏日的清爽。没想到随即就被爆出偷税漏税，真是被打脸。虽然不是个人故意为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个人的声誉。迪奥中国悄悄撤销刚刚发送的袁冰妍的代言，就是最好的证明。广告代言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应该是收入的大头，现在被品牌方悄悄下架，看来品牌方是不允许有一点污点的艺人来代言自己的产品。可想而知，接下来迎接袁冰妍的是什么？不会有更多的品牌方跟随，真是得不偿失。区区100多万的偷税漏税，相较于这些代言费用而言，真是九牛一毛。估计袁冰妍此时肠子都悔青了，但那又有什么办法？作为90后的当代花旦，袁冰妍的知名度也是非同小可，与迪丽热巴是校友。这么多年来，袁冰妍也是兢兢业业，尤其是在专业上严格要求自己，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真是依着不慎满盘皆输。此事接下来将如何推进，谁也说不成，袁冰妍只能极力去挽回。他也非常诚恳地道歉了，但是观众买账不买账，谁也不知道。通过袁冰妍，也给许多艺人敲响了警钟，许多时候你感觉很好也不行，一定要自查自纠。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这部分税费是公司投资在袁冰妍身上的，也得交税。这种情况在短视频自媒体时代特别多，大家一定要谨记，千万别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